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揪心了吗？面具人，我发现了一件非常关键且危险的事情。面具人，我想问一下各位观众，你们当中应该有不少人买过矿机、挖过矿是吧？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们一个非常恐怖、非常致命的事情，那就是，等一下，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一些恶性政策给割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啊！你看面具人的往期节目啊，我对政治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的。我最近呀在做一个活动，我以后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就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和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会从答对的人当中随机抽一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帮你回血。那为了公平起见，你们的留言我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并且附上你的狐狸钱包地址啊，这样我给你转的时候方便一些。这些可都是能卖钱的 NFT 哦。好，来讲正题。开局之前呀，我想感慨一下啊。今天我的会员群里面的会员群友也都在感慨，说印度神童真的是准呀。之前阿南德就说了，加密货币的泡沫会在4到5月之间破裂，全球经济都会出现大问题。目前来看，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全球的经济都在大萧条？标普7周连跌，道琼斯指数连续的8周下跌，创了2战以来的跌幅周期最长的记录啊。然后呢，就是各类科技股，比如特斯拉呀、微软呀，甚至苹果都在下跌。其中比较惨的就是科技龙头股 FANG， 连续8周下跌，从记录的高点已经跌去了2万亿美元的市值了。光1周时间就蒸发了2200亿美元，其中呢还有一些实业也遭受到了打击，比如说沃尔玛、克罗格、可口可乐，还有卡夫亨氏、塔吉特也都暴跌了，他们的跌幅都在8%以上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知名的股票、知名的企业都在下跌呢？加息嘛，缩表嘛。面具人我之前也提到过啊。科技股会受挫，主要是政府现在不太支持娱乐业、服务业了，政府都想走重工农业的路线。然后呢，这个加息又导致了居民生活成本变高，他们生活成本变高了以后，就没有多余的钱去消费了，消费力下降了之后，那就是这些股票下跌嘛，没人买了嘛，是吧？不管是你的股票还是你的商品，现在人买的少了，为啥？因为没钱了，生活成本变高了。这个结局，面具人早在刚开始宣布加息的时候，我就已经给大家提醒过一定会有今天的这种现象的。你们仔细观察不管是微软、特斯拉，还是那些可口可乐、卡夫亨氏之类的，这些有实体支撑的股票都跌成这个样子，那更别说没有支撑的币圈了。你们仔细看一看有一大半的币，至少都是腰斩了。甚至呢，很多都是2重腰斩，腰斩了再腰斩。各位，你们看，股票、币市全部都大跌，然后呢，币圈更惨，腰斩再腰斩，甚至呢，龙头的链币 Luna 也给归零了。这实际上就已经是经济危机了，对不对？不得不说，印度神童真的是准呀他说4月到5月。加密货币的泡沫会破裂，你看 Luna 真的是破裂了，不单单是 Luna 其他的比如什么 AVAX 呀、Matic 呀，甚至以太坊、比特币都破的差不多了。现在你可以说它是破了你也可以说很多人好面子说它没有破，对吧？但是破没破，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衡量的标杆，对不对？有些人觉得是破了，那面具人我也觉得是破了，跌成惨成这个逼样子了，对吧？对了，刚说到以太坊了是吧？面具人我昨天发现了一些恐怖的事儿那就是以太坊现在最低跌到了1800、1900美金了。所谓的创始人威神，他的身价也大缩水，他现在也坐不住了，天天在网上嘴炮蹭热度，或者是给别的项目站台拉热度混饭吃。
各位想一下，威神这个逼原来是多么的不可一世呀！说话那个鼻孔都恨不得朝到天上去，对不对？当然了，他也不是什么技术人员啊，他就是跟面具人我差不多的一个网红、一个策划、一个运营人员，他的技术并不咋地啊。好了，不说威神了啊，他威个鸡巴呢！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人啊，大家以后不要给他叫神，咱们华人就是喜欢给造神。威神的名字按照英文来说又不叫 V God， 对不对？他就是普通的一个网络带货的，他连技术员、程序员都算不上。好，继续说以太坊最重要的危险问题啊。目前以太坊也陷入了死亡螺旋了，很有可能从这个死亡螺旋里面挣扎不出来，那他就完蛋了。众所周知，以太坊的价格锚定几乎是电费和显卡矿机的成本，还有一小部分资本决定的，显卡、电费、资本。目前呢，在加息的大背景之下，缩表的大背景之下，资本已经逐渐的撤资跑路了。那这样的话，以太坊的价值锚定就只剩下显卡、矿机和电费了。但是呢，这中间有一个死亡螺旋啊，你们可能有些人想不到。为什么以太坊会陷入死亡螺旋？来，面具人，我给你们说啊，仔细听好了，看是不是这个道理。资本撤资会导致币价下跌，那币价下跌就会导致显卡矿机降价，那显卡矿机降价了，币价又会下跌，那币价下跌了，矿机又得降价，这个死亡螺旋就形成了，而且一旦开始就很难扭转了，除非资本拉盘救场。可问题是资本都跑了呀，是不是？你们现在去百度上搜一下显卡降价、矿机降价，你不用去谷歌搜，你去百度就能搜出来啊。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啊，也问了一些相关的在挖矿的我的会员群友啊，他们普遍得出来的这个共识就是，以太坊矿机的关机价差不多是$1500，那有些特殊矿机它的关机价可能会更低啊，据说有$700-800的关机价啊。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什么关机价不关机价的，咱们不去考虑关机价啊，你光考虑回本周期。现在挖矿的收益率越来越低，一旦接近关机价了，那就是负收益了，那就相当于风险越来越高了，利润越来越低了，甚至有赔钱的可能啊，很容易赔钱。那这就足以让很多在以太坊3000多买矿机的网友们蛋碎了。在这种压力之下，可能还会导致贱卖和恐慌性抛售，比如说降价卖显卡，降价卖币，对吧？那你卖我也卖，这个螺旋就形成了，就会加重这种风险。其实币圈目前最大的问题啊，就是留存率。为什么这些币会跌呢？为什么？留存率，你们可能有些人听不懂这个留存率是啥意思，该怎么想啊？来，我给你们解释一下。我举2个例子吧，大家先来想一下，黄金是吧？大家都知道黄金很有价值，黄金很贵啊，而且呢，黄金的价位很难跌，一直都是涨。那你们没想过，为啥黄金就是很难跌下去呢？一直在涨呢？来，我告诉你，黄金很多人都把它用作为首饰、嫁妆、装饰、收藏之类的，包括一些艺术品、雕塑之类的。大部分人他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卖自己的黄金的。一说这种情况，面具人我深有体会啊！我告诉你，想当年面具人我生意失败的时候，当掉了我的半斤重的金链子呀，当时我的心都在流血呀。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纠结了很久啊。我拿着我的金子去卖的时候，我的手都发抖呀，真的是舍不得卖。那你别说面具人我了，就像其他的家庭里面啊，你要把你老婆的金银首饰卖了，你看你老婆愿意不？你要把你老婆的嫁妆、黄金珠宝卖了，你看她让卖不？还不跟你吵架，甚至要离婚，对不对？这就是它的留存率价值就在这儿了。房子其实和黄金一样，我再给你们举房子的例子。这房子你看啊，大部分人他都是用来自己住，或者是出租收租金，对吧？这房子呀，他自己住完了，自己死了，那后代还能住，或者是留给孩子结婚用，对吧？而且这房子也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就不会去卖的。所以呢，
房子它的价值就会被锁定，它的留存率很高。不管是房子还是黄金，人家买来就不是为了卖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啊！你不管是买房子还是买黄金，大部分人都是为了收藏啊，留着传世或者是给孩子结婚用，他几乎是不会去卖的啊！你别说房子和黄金了，甚至一些好玩的游戏道具，很多人自己辛辛苦苦练的号打的装备啊，他就算是现在工作忙了啊，隔上好几个月不玩，偶尔登一下号看一看，自己看着舒服，他也舍不得卖的，明白了没？我相信有很多人啊，很多网友啊，跟面具人我一样吧，玩了很多游戏，然后呢有什么限定皮肤呀、限定装备呀，他就是舍不得卖啊。为啥？因为他喜欢，他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跟房子和黄金是一样的。但是币不一样呀，加密货币人们买来就是为了去卖它的，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币无法有价值锁定，没有留存率，再加上币圈的项目没有商品或者服务，那它就更无法锁定价值了。所有人买币都是为了去卖它，都是为了抬高价去卖它，这个币仿佛就只是一个所谓的炒作共识啊！一旦它没有炒作共识了，亏钱也得卖。那你亏一点卖，我亏一点卖，最后就是崩盘嘛，对吧？更别说有些币，尤其是你像什么流动性挖矿呀、DeFi 之类的，挖提卖 ，GameFi 挖提卖，啊，大家把它弄出来了以后，就是为了去卖，不会有人收藏它、留存它的，并且呢，这个东西是无限增发的，啊，项目方想搞多少就搞多少，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币的价值肯定会崩塌的呀。你别说是什么 GameFi、DeFi 了，就算是以太坊，你用矿机挖矿，用电费挖矿，挖出来了以后干啥？不就是为了卖吗？啊，那你去卖，总得有人来接盘吧？你赚钱了，别人就得亏钱，对不对？你这个币当中又没有什么价值转化、服务转化、商品转化，纯粹的就是前面人割后面人嘛，对吧？那就是挖提卖，挖提卖，到最后它的价值还是会崩塌。因为没有人愿意锁定这个玩意儿。面具人我总结了一段话啊，你们可以仔细的品一品。来，大家看这张图：一，随着加息利率的上升，获得现金变得更加困难；二，以太链的项目方纷纷被撤资，由于没有能力继续筹集现金，接受不了更高的利息，所以呢，他们就没资金了，于是呢，就纷纷的开始倒闭，或者是跑路啊。三，那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对以太坊 ETH 的需求量减少。四，随着时间的推移，缺乏流动性就意味着对以太坊的需求量减少和价格下降。五，那需求量减少了，价格下降了，那以太坊的价格就更跌，价格更跌了以后，就没有人敢入场新的项目，没有人敢入场新的项目以后，它价格就会继续跌啊。这其中的矿机呀、显卡呀也会跟着跌，就形成一个螺旋。所以第五点就是会重复以上的死亡螺旋。在没有可用现金拉盘的情况下，在项目方都承受不了更高的利息的情况下，而项目本身也都没有什么商品或者是服务或者是盈利价值，那就可能会导致以太坊 ERC20 的整条链上的代币，其他的项目方都面临这种问题，陷入死亡螺旋啊。其实不光是以太坊啊，其他的链币什么 AVAX 呀、Matic 呀各种各样的链币都可以参照以太坊，都会面临这种问题。所以呢，你看他们现在跌得一个比一个惨。为啥？因为没有价值锁定，没有留存率，大家都想投机，投机来投机去的结果是，资本一撤，没人进场了，没人进场就只能剩下咱们这些所谓的持有的人，想要靠它赚点钱，卖来卖去的人内卷，你卷我，我卷你，你割一点，我割一点，他割一点，没有任何的商品和服务。所以呢，面具人我觉得吧，币圈想要活的话，它必须要有造血机制，有良好的商业模式、商品或者服务，而良好的商业是不可能有几百倍的膨胀的，
哎，这也怪整个市场培养出来的这种消费模式、投资模式吧。你说客户不贪的话，哎，不是说人人都想赚个几百倍、几千倍，那这些骗子也无处可骗呀。随便你像 GMT 呀、Sandbox 呀、嘎啦呀，画个大饼给你说什么最强元宇宙呀、全球最牛逼的项目呀、几千倍、几万倍的涨呀，是吧？然后就有人信，就把钱投进去，为啥？就是因为很多人信这种高息诱惑、高利诱惑，对不对？整个市场培养出来了这种交易环境，人心不足蛇吞象嘛，对吧？让你一年赚上5个点、10个点、15个点的这种稳健收益，你还觉得我就是要赚几百倍、几十倍、几千倍，是不是？哎呀，你们想想，可能不？有没有那么容易啊？跑哪去了？很多人在想，现在比特币跌到了28000、29000了，以太坊跌到了1800、1900了，是不是该抄底了？那面具人，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接下来可能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币不会有太大的起伏了，因为市面上没有钱了，没有流动性了，再加上没钱了，我一说没钱了你就激动了，再加上投资者们、消费者们，他们现在也很迷茫，有些人呢是清醒过来了知道没有商品、没有服务，真的不敢玩下去就是把自己玩死了，跑得不利，跑得不快，就完蛋了。我觉得币圈它想要成功，它必须得有一些优质项目，真正是做实事的，就跟股票一样这个项目方他的生意好了，那他的币价自然就涨了。它的币价涨是源自于生意的回馈、商业利润，而不是说后面人拉前面人，前面人给后面人这个垫砖，把这个币越炒越高，大家搞一个什么共识，你割我，我割你，这种玩法现在已经是不可行的，对不对？多少的币已经验证了这种玩法不可行。那面具人，我最近呢也准备开发去找一些稳妥项目了。目前呢，也确实是找到了一些好的商业模式，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会在我的会员群里面提前透露的。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这几天依然可以跟着那些什么炒币群呀、K 线大师群呀进去梭哈干进去，死了算了。祝你好运，再见。